是一年一度迎接温迪到来的时候，这一次即将向我们走来的不是一个加拿大女人，而是3个，但是其中的一个在机场直接晕厥。他们的飞机是今天11点58落地北京，我们12点到的，一直等到了2点50，快3个小时过去了，我们都非常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大胖媳妇严重怀疑她的妈妈因为托运的费用之类的小事跟谁打起来了，涉及到袭警什么问题被逮捕了，特别焦虑。我们一寻思完了，那就想咋捞人吧。这时候3个加拿大女人热的跟烤地瓜似的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说咋的了你们？温迪说你靠，也就是大胖媳妇的小妹妹，出了机场就热吐了，等行李的时候都晕过去了。她在机场吐了3次。温迪是第一个过海关的，看完他这个有效签证，他第一脚迈入了中国国土。他后边的女儿刚要过海关的时候热吐了，温迪呢想回来照顾他，但人告诉他他的中国入境签证是单次往返，就是说现在脚迈过去就回不来了。最后他们还是出来了。今天北京27度，但是看着仨都快晕厥了。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子本来头发基本是直的，热成了卷毛，但是接到他们大家都很开心。唯一迷糊的是张拿铁，我们都说要去接奶奶嘛。拿铁去的时候吧非常开心，因为啥呢？就我妈就孩子姥姥，不知道为啥非得让俩孩子管她叫奶奶。拿铁就以为铁岭的奶奶来了，而且他还坚定地认为，就机场这儿好几百号等人出来的人都是来等他奶的。结果人一出来，此奶非彼奶，他也不是铁岭人，他也不说铁岭话，叽啦哇啦就是一顿叭叭。拿铁不是很开心。这是什么声音？他们在说啥 ？Yes, this is for mommy. 不懂。然后继续我们一年一度的壮观流程，那就是送出来自加拿大的礼物。首先，温迪十分隆重的给2个孩子一人一个绚丽的鼠标垫、主标垫。Elephant. 哎呀妈！ Elephant. 哎呀妈！ Blue turtle. Pink turtle. 这是和我吧，这是洋娃娃。温迪这次比以前真的是大方多了，还给我和我爸，也就是他的哥哥，一人买了一袋三文鱼，告诉我是烟熏的。奶奶给我买的烟熏三文鱼，烟熏的。我不吃烟。那么熟悉我的观众可能知道，去年温迪来呀，给我妈她的亲家母送了一个碗，大概是义乌产的，卖到了加拿大，又被她买了带回了中国。她把碗送给我妈的时候吧，我妈家里有4个一样的，所以我妈觉得温迪非常不懂事，非常不开心。温迪走之后，我妈跟我说，我告诉你，我就是看白求恩的面子留着他，要不当面我就给砸了。后来我想让我妈消消气儿，我怕她真给砸了，我就把碗给拿走了。温迪跟我们打视频，发现那个碗在我家，问我怎么拿走了我的碗。我说因为我太嫉妒你给我妈的碗，太漂亮了，所以我横刀夺爱给抢走了。于是温迪这次来带了2个，跟我说为了保证你不再抢我给你妈妈的礼物，我给你们俩一人买了一个，还是那个店买的。我说这是啥呀？温迪说这个艺术品，你感觉它是啥，它就是啥。我说我感觉它像大号开塞露。到家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就是热的呀，特别难受。我都开空调了，还是觉得不够劲儿。温迪就要喝冰水，我去拿冰块，拿铁薅着我不让给，非给他奶上热水。喝热水，喝什么冰水？我跟你说啊，我这大胖媳妇跟我不乐意了。你瞅这样，前2天跟朋友出去吃饭，我这朋友嘴欠，随口说一句：“你心挺大呀，你媳妇在视频里头给你起这外号，你都不生气。”完事我老公在饭店就开始找我视频听我片头介绍他的时候究竟是用什么发音和用词，但是在我朋友面前他也没说啥，这事我以为就过去了。但是饭店也是有点吵，他的汉语也是不太好，他听这个大胖媳妇其实根本没听准。结果回去道上人我都要睡着了，就听他一个人搁这块儿，哼，哎呀，你不知道他以为他要下蛋呢。我一看他这样，他就是要整点嗑，但是我没去搭理他。结果过2分钟人自己就说了，我觉得不能因为你现在有了点粉丝，长了点风头，你就可以不经过我允许肆意给我起外号，管我叫大盘鸡。我当时愣着了。我老公说的，人家刚才我都问那谁了，你这外号起的啥意思？人家说就是埋汰我的意思。他说你人怕出名猪怕壮，越来越嫌媳妇胖。你这么把我形容成一个百无一用傻白甜，一身肥肉不挣钱的人设，你让大家怎么看我？我这么多年我在铁岭半硬汉装碴子，江湖人称洋喇子，我这形象不都让你给整崩塌了吗？我说这个我是得承认，我是多少有点埋汰你这个百无一用傻白甜，一身肥肉不挣钱，但是我可从来没管你叫过大盘鸡。完事今天吧，有2个小记者要来俺家采访我，就是小规模的聊聊天吧，但给我大胖媳妇激动坏了，一大早上起来就给自己脸刮着亮，完事吃早饭的时候都没放盐，说怕自己脸浮肿。我就问他，我说大盘鸡你没有盐行吗？大盘鸡你就靠那点豆瓣酱你不淡吗？我说这样啊，大盘鸡你还是回礼物去吧，大盘鸡就你还是去维护你这个硬汉碴子洋喇子这个形象，你别露面了，
省着又说我埋汰你，摧毁你的人设。完，我老公就在屋里自己憋了能5分钟，最后没憋住出来了。但是刚才这5分钟用英汉词典查着一个词儿来表达自己想要得到的定位。完出来了跟我说，我不是说我不可以出镜，也不是说我不能有外号，我只是想说，我想把我的角色定位改一下。我不想做大盘鸡，我觉得我更适合做你的大花瓶。我刚才用字典查了，花瓶也是说我没用，但是同样是说我没用，管我叫花瓶，起码还算你承认你是拜倒在了我的容颜之下。我说行，大花瓶子你来吧，来给我上妆，我一会儿上镜呢。正好从国内寄了一个礼盒，里边有这个花西子的楼雕蜜粉饼，咱俩都试试。我当时打开这个，我一看太好看了，就想赶紧上脸。但是彩玲最近不是怀胎大盘鸡的鸡仔小盘鸡了吗？我寻思这可能现在先不能用。结果一看这成分，上网一查，发现人家也没加任何孕妇慎用的成分，以花养妆，敏感肌和孕妇都可以使用。我走在伦敦街头，就会一直想打开这个粉饼罐，露出这个雕花精细的丝绸之路。你看这群小骆驼，就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彩玲的嘴，骆驼的腿，征服沙漠不用水。最关键的是，了解我的都知道，我是大油田。我用的蜜粉必须得做到磨皮加控油的效果。你看它的控油效果。我不是大盘鸡，我是大花瓶，是的啊。我要疯了！这外国人和我们旅游的文化差异太大了，旅个游给我折腾完了。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桂林，就是20元人民币上面美景的原址漓江。上船开始，这导游吧，每隔一会儿就会拿个大喇叭跟我们说：“大家请注意，右手边叫大象吸水，左手边叫骏马回眸。”又过一会儿说：“咱们现在右前方就是中外闻名的望夫石。”他们呢听不懂，就极度好奇，就一直问我导游说啥？导游说啥？我说导游说问你这个石头它像一个什么？温迪说它像一个石头，一个石头。我说你看啊，这个石头站着望向远方，因为她的丈夫没回家。温迪说那等他干啥呀？还站着等，他不回来应该也是在外头喝酒呢。我要是这石头，我早把门反锁了。这石头应该叫再见爱人，再见爱人。反正你跟他们说啥像啥，他们都理解不了。这外国人吧，他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他们的景区就是纯景，不附加任何故事和意境。咱们呢正相反，咱从小就背古诗，就得背意境。你写作文要是不用象征拟人排比句，真影响你中考高考得分率啊。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的脑回路是直的，可以说只有脑路没有回，没有回。前几天我爸跟温迪讲这个李白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似银河落九天，我爸是这么翻译的。Water 哗哗哗哗哗 like a stars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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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温迪说哦，我的上帝呀，星星都干碎了。李白这是一部灾难片吗？灾难片。他们虽然不理解异境文化，但是呢还贼好奇，就一直问你问题。我不回答就问我爸，我爸解释了一天每个石头像啥。温迪最后说，你要是硬逼我说，我最多能承认的像块姜，像块姜。晚上10点回民宿，还拉着我爸要去天台游泳，游到半夜还得我出来喊，所有人现在都回屋刷牙睡觉去。我以前是2孩子的妈，温迪他们仨一来，我觉得我是6个孩子的妈，而且我发现老大温迪最不好带，给我爸整的体力不支，第2天说自己身体抱恙。我去他屋一看，老头啥事没有，喝啤酒呢，就是不想出去被折磨了。我说爸，你休想让我承担这一切，我跟你一样，我可没有他们的体格子。所以最近我在尝试这个奥家宝金萃鱼油，1粒就有1.28克的欧米伽3，超浓缩含量高，还添加了维生素 E， 每天1粒，10项全能守护，很方便，给我这种又得工作又得带孩子，身兼数职下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打造。后来大胖媳妇来广西找我们了，我跟她说，我说我爸还有导游就费尽心思跟他们解释这些石头像啥，你妈和你妹妹们完全不懂。大胖媳妇就找他妈谈话去了，说你们这样吧，有点折人家面子，你们配合一下，人家说像啥，你们就先说像，完事再自己琢磨。这下好，第2天温迪他们跟我们去溶洞，又是一个凭想象力的地方。温迪他们谨遵教诲，一直在捧场。他们带着一个导游耳机，能说英文，告诉他们哪个石头像啥，他们就一直夸。哦，对呀，好像啊。耳机说面前的石头是个笋，温迪就是啊，多损呐，多损呐。但是吧，他们那个耳机有点问题，它慢半拍，是错位的。耳机说面前的是一个孔雀，温迪说，哎呀，真的好像孔雀呀，太生动了。其实他们面前的呢是金猴回首，孔雀还没到呢。我说温迪啊，捧场捧得好，但是捧早了。这个是金猴回首 ，Monkey look back。温迪说啊，等丈夫猴呢，我懂，旺夫猴，旺夫猴。